大家好，我阿傻，今天又要来介绍冷门流派了。今天要分享的是时空一的迸发冰环术。时空一在 SS2 的改版后，分身可以透过特性自动召唤以及召回，加上新的追忆，让分身也可以触发本尊的迸发，让游家能够一路跑，正式变成召唤师了。另外，透过烈焰之劲高失速的技能稳定的维持同调等机制，玩起来跟 CWC 流派非常像。而精密技能在赛季初时都挺贵的，想要在前期就飞车很困难。而时空一不需要精密 CWC 就可以做到高速飞车，我觉得是前期拓荒不错的选择。我目前配置伤害大约是100亿，而刷图配置大约70亿，这伤害刷8/2以下的图都还算可以。想要继续提升伤害的话，可能要往魔力流的方向去走了。头盔想要追求伤害的话，可以用涌动灵感。我是懒得重新配装了，所以很多都是沿用上一支的 ES 装备。而除了迸发相关的词缀以外 ，SS2 的游家因为50特性的关系，法术技能等级提升的伤害也非常多，因此我也把手套换成了+2法术的战役手。而鞋子是少数可以直接拿到大量迸发充能速度的部位，因此我也是直接升到 T0。如果想要追求伤害的话，其实身、脚等部位也可以打上巨能祝福。武器最重要的有2条词，一是法术等级，可以的话尽量升到 T0； 二是减施法速度这条。以我的配置来说，没有这条的话失速会太快，失速快于迸发充能的话，就会导致迸发没有办法及时被消耗，所以伤害反而会掉很多。在计算失速与迸发充能时，要记得同调时额外减15%失速也要算进去。懒得算的话，就打机器人看迸发层数能不能马上被消耗。32/1伤害会比较高，不过32/2的及时召回可以让80/2的特性比较不会被重置。遗物选择每次施法额外加分身伤害，因为使用烈焰之境的关系，基本上可以算是常驻了。另一条选迸发上限，因为有同调，所以 T 击不重要。追忆使用2个传奇追忆，剩下1个就找增伤高的就可以。因为加了很多法术等级，所以辅助也尽量挑选法术标签的。增加跑速的同时，还能增加伤害与获得屏障，算是半个激发加半个防护了。想要手动放强制启动的话，也可以跟上方的激发技能换位置，魔力沸腾改用集中时亢奋触发。魂族部分我还是习惯用冷却，这样可以减少强制启动的冷却，增加 ES 流派的生存能力。最重要的是灯塔，我是用石板获得了，也可以用项链来获得。石板一样找2个用得到的天赋为主，普通石板部分有3条词比较重要，一是冰结几率获得巨能祝福，二是迸发上限，3则是法术技能等级，有能力的话就可以多找一些，法術等级到+15等前效益都很高。無敵2号の合成強度を選んでください。
不到100亿的伤害打8至2还是稍微不够，没办法一路跑过去。刷8至0和克7的速度是很快的。小迷城开了好几轮，时间会拖很久，所以就先跳过了。我这张图最后是打了397个大火。ただ、本数が少し足りないようだな。こっちはまだ全力出し切ってないんだ。